训练模块启动，环境演算开始，投放虚拟机。走吧。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切鸟，拔刀！哼，真是努力呢，雷之律者。你体内的崩坏能已经趋于稳定，和我想的一样，你能掌控那个力量。我说过，不要打扰我。别那么冷淡，如今我们是同伴，要好好相处才是。我很想再多了解你一些。胡狼，别浪费时间。说正事吧。唉，
真是无趣。雷电牙医，是时候为世界蛇贡献你的力量了。根据对虚数起点的观测，下一场大型崩坏马上就会到来，它会为世界蛇带来实现目标的基石，由崩坏所孕育的最强生物。没错，雷电牙医，和你一样的绿者。简而言之，圣痕计划中重要的一环，便是获得所有的绿者。如今尊主有要事在身，无法亲临指挥。这是我们展现忠诚的机会，成为尊主坚实的后盾，确保圣痕计划的实行。雷电牙医，你的力量对于世界蛇来说将是不可或缺的武器，因此我们需要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崩坏。我会履行自己的承诺，但我们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罢了，不要把我当成同伴。我是个雇佣兵，向来不会把别人当作同伴。所以，只要消灭绿者就行了吗？不，死去的绿者毫无意义。世界蛇需要的是停滞的绿者。停滞？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请叫它黄泉之杖。哦，这就是计划中提到的虚数干涉仪。干涉仪？别用那么廉价的名字称呼它。它是前文明留下的伟大遗产，是天命也无法复现的科学奇迹。你根本无法想象它的价值。说实话，我很想现在就让你亲身体会一下它的力量，但可惜它是如此珍贵。以世界蛇搜集到的材料，现阶段也只能制造出8枚。这8枚黄泉之杖必须谨慎使用。所以，它到底有什么用？你会知道的。各位，1分钟前，崩坏在东南亚一座名为珊瑚岛的城市中爆发了。天命的女武神部队已经出击，开始行动吧。各位，距离抵达目标地点还有5分钟。以下是本次作战的内容。这次崩坏的发生地珊瑚岛是一座拥有180万常住人口的人造岛屿都市，它位于东南亚与大洋洲的交界处，是太平洋地区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。目前距离崩坏爆发已经过去30分钟，珊瑚岛的崩坏已全面蔓延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更糟糕的是，就在刚才，驻守珊瑚岛的女武神部队雪莲小队也失去了联络。现在，先遣女武神部队已封锁该区域，并建立前线阵地。不灭之刃将在抵达后作为攻坚力量突入珊瑚岛内部，为其他人开辟道路。另外，主教大人下令，世界蛇也会作为盟友参加本次作战。天命只需执行常规的崩坏应对作战，如果发现绿者，全权交由世界蛇处理。收到，各队员注意，准备出击。不灭之刃，作战开始！跟上我。队长，不灭之刃着陆完毕。
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珊瑚岛外环的跨海大桥，不灭之刃需要突破大桥，进入市区建立防线。我和丽塔会赶往前线剿灭崩坏兽，其他人优先执行救援任务，保护幸存者撤离。遵命。走这边。报告队长，珊瑚岛的崩坏能还在不断攀升。就在刚才，在市区内检测到了绿者的反应，我这就把坐标发给你们。这个位置是约兰戴尔大人，10分钟前，雪莲小队就是在这里失联的。丽塔，和我前去支援。遵命。哎，可是队长，主教大人让我们不要插手绿者的事，擅自行动会受到处分的吧？亚尔威特，我们的任务是处理崩坏，救援失联的女武神小队自然也在其列。这种时候要懂得随机应变。啊，原来如此，这样就不算抗命了。副队长真是聪明。其他人按原计划行动，我们在坐标点汇合。了解。幽兰戴尔大人，大桥上十分混乱，我们从外侧的管道前进会更快。走吧。走这边。真是些不解风情的家伙。继续突破，丽塔，我们赶时间。遵命，幽兰戴尔大人。雷电牙医。
你是雷电牙医？没想到你会加入世界蛇。我有自己要走的路，仅此而已。牙医小姐，原来主教大人所说的盟友，指的就是你。才刚加入的新人就被指派到这么危险的地方，看来世界蛇真是无人可用了呢。这不是丽塔小姐吗？好久不见。赌呀！请放心，和天命不一样，世界蛇向来不喜欢人海战术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我们会完成任务。哼，那可真是冒犯了。我很期待，这一次您打算用什么来对付律者？瓦斯、卡车，还是自爆炸弹？抱歉，之前因为我一人毁了您的任务，我到现在都还过意不去呢。我才是不好意思，妨碍了神城医药的计划，让你们的大业功亏一篑。别客气，这次还得麻烦您做好后勤。律者就交给我们来处理吧。那可真是劳烦您了，请安心。如果您不小心牺牲了，我一定会将您厚葬的。谢谢您的好意，您也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您也是。丽塔。失礼了。我并不想与天命产生冲突。我们的目的一致，既然已是同盟，那就完成各自的使命，互不干涉。女武神部队会驻守外围城区，撤离幸存者，阻止崩坏向外扩散。按照约定，律者由你们来讨伐，我们不会随意插手。非常感谢。律者正在朝珊瑚岛中心移动，快去吧。丽塔小姐，我们也握手言和吧。抱歉，我是不会和杀死队友的人握手的。唉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如果你再纠缠不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吧，是我一厢情愿。天命最强。这条隧道的另一头直达珊瑚岛市区，叶宵会在那里与我们会合。就是这里了。人呢？喏，来了。你们怎么才来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，稍微打个招呼。那个 S 级女武神，你惹她干什么？自讨苦吃。
算了，我是世界蛇干部，代号叶宵，初次见面。这次我会协助你们一同完成任务。我不需要帮助。这样啊，那绿者就拜托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开玩笑的。他是信息侦查的专家，也是隐秘行动的好手，会协助我们完成作战。虽然看起来有些散漫，但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雷电牙医大人，这次崩坏已经确定诞生了第5绿者。根据胡狼的指示，我已经准备好黄泉之杖。等您击败他后，我会将其捕获。叫我牙医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尊主说的雷之绿者吗？感觉还有点软弱呢。交给他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不用担心，他和我们一样，有不得不战斗的理由。好吧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叶宵，一路过来都是我和牙医在战斗，你就不能搭把手吗？有雷电牙医在，我这点本事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不如省点力气，用在和绿者的战斗上面。你别吵了，现在绿者的情况如何？从刚才开始，绿者的信号就停止了移动。开始行动。这里就是他最后出现的地点。我能感觉到，绿者就在附近。这座冰柱在热带居然会结冰，崩坏能正在不断从里面溢出。看来我们猜对了。冰柱内的崩坏能还在不断增强，绿者正在孵化，这些崩坏兽在为它拖延时间。你们吸引崩坏兽的注意，我先去冰柱附近就位，准备迎击绿者。那就先把他赶出来吧。给我粉碎吧，绿者！目标锁定，黄泉之杖，准备装填。作战开始。走吧。他逃走了。
绿者正在离开，得追上去。等一下，某人追击太莽撞了。绿者的能力我们都见识过了，比想象中更难对付。虽然你的力量能与之抗衡，但要捕获它并不容易。我们需要一个更完善的对策。我们来晚了。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，带他们回家吧。是。丽塔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去周围找找有什么线索。荣光与我同在。队长，已经成功联络大洋洲支部，只要撑到增援抵达，我们就……队长，队长，你怎么了？不要靠近我！快走！队长，你身上的崩坏能很强，这究竟是……快走！不是这样的。这是约兰戴尔大人，薄面之刃小队已经突破外环隧道，正在向这里推进。其他女武神部队也封锁了珊瑚岛的各大隘口，崩坏的影响范围已基本受控。约兰戴尔大人，您手中的项链是安娜沙尼亚的，这根项链是她留下的。从目前的线索推断，他就是这次崩坏中诞生的绿者。虽然他极力抵抗崩坏的侵蚀，但还是在混乱中摧毁了自己的小队。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。约兰戴尔大人，要把我们的发现告诉世界蛇吗？耶尔维特，把安娜的情报传达给他们吧。啊，这么做真的好吗？女武神的资料可是机密呀。作为盟友，向对方提供必要的信息也是我们的职责。让我看看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吧。好了，障碍都扫除了。这个通讯是天命。
世界蛇的诸位，我是不灭之刃小队所属女武神亚尔威特，奉队长之命向各位传达天命的调查情报。幽兰戴尔的命令。说吧，什么情报？好的，资料正在传输。这是……根据调查，这位名叫安娜的女武神，正是这次崩坏中诞生的律者。居然是天命的女武神，我们也感到很惊讶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安娜·沙尼亚特1年前成为雪莲小队队长，派往珊瑚岛驻守。她在崩坏爆发后不幸成为律者。从通讯记录来看，她极力抵抗过崩坏的侵蚀，可最终还是失败了。安娜在杀死其他女武神后选择了离开，我们猜测那时她应该还保有些许人类的意识，所以她才把自己冰封了起来。另外，在律者诞生的现场发现了大量含有高浓度崩坏能的冰冻区域，虽然能力尚未明晰，但暂定第5律者的代号为冰之律者。冰之律者的力量我们已经领教过了。这么说，各位已经与律者接触过了？有过短暂交手，但被他逃脱了。如你所说，律者能够制造出尖利的寒冰，爆发产生的寒潮也有不容小觑的破坏力，是个麻烦的敌人。不过我们会想办法尽快解决它。了解，我会把这些情况汇报给队长，感谢各位的协助。别客气，以后这样的机会还有很多。好的，祝各位作战顺利。你的表情变得还真快。工作需要，谁让我们现在是盟友呢？走吧。不管律者是谁，我们都必须尽快解决这次危机。你说的对。時間はそうないみたいだ。目前律者正在朝城市中心移动，世界蛇设置在珊瑚岛内部的侦察设备已经全部瘫痪。从最后传来的数据显示，
绿者在行进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崩坏兽，这些崩坏兽会在它们周边形成超低温区域，那是普通人无法踏足的死地。如果要接近目标，就必须将这些崩坏兽全部消灭。但即使能接近绿者，我们也需要更完备的计划，不然只会让他再次逃走。对，计划的关键就是黄泉之杖。那究竟是什么？简而言之，是一种针对绿者核心的限制装置。根据胡狼的说法，它能大幅干扰绿者核心和虚数空间的连接，在短时间内将二者的通道扭曲，使绿者体内的崩坏能陷入紊乱，既不会杀死绿者，又能极大程度地限制他的行动。正常状态下，这种束缚持续不了多久。但如果你能先一步对冰之绿者造成重创，削弱他的力量，那样黄泉之杖的持续时间就会大大延长。我们能有足够的时间将绿者交给尊主，让他封印绿者的全能。到那时，绿者就会陷入假死状态，变成一个安全无害的植物人。抱歉，身为绿者的你，一定会觉得很残忍吧？残忍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？我只是觉得，好歹我们身边也有一个绿者。没关系，如果这是唯一的方法，那我会完成我该完成的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尽快制定作战方案吧。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我们越不利。正面进攻交给牙医，我们就用我们擅长的方式战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确定绿者的位置。崩坏能和寒流的双重干扰，让大部分侦察手段都失效了。现在只能通过肉眼锁敌。我会寻找一个制高点，锁定绿者的位置，之后为你们提供远程支援。发现绿者后，我会将黄泉之杖安置在陷阱中，再由你来引诱绿者踏入陷阱。不过，那个绿者曾经是训练有素的女武神，这个方案会不会太过简单了？前提是她还能保留人类的意识。但从之前的战斗来看，他连语言能力都已经丧失，恐怕只剩下破坏的冲动了。他的状态很特殊，那个女武神虽然身体已经彻底被侵蚀，但她的内心还在抗拒崩坏，自我意识和绿者意识都无法占据身体的主导权，她才会变成那种没有理智的样子。如果人格彻底向崩坏屈服，反而不会那样。他还在和崩坏战斗，但我们承受不了作战失败的风险。不管怎样，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。如果对计划没有异议，就出发吧。雷电牙医，你先保护渡鸦，寻找制高点。我需要一些时间组装陷阱。走吧。开始行动。走吧。一刀了断。真冷。牙医，陪我说会儿话吧，不然人都要冻僵了。谁让你穿成这样的？这是特制的作战服，是能防寒的。但谁能想到赤道上会遇到这种天气？唉，叶宵那小子肯定是不想挨冻，才找了个借口留在火堆旁的。
他一直都是这样。你似乎对他很熟悉。当然，他曾是我的任务目标。与他的相遇是在战场上。我的目标是亚洲一个叫做千玄会的组织，而他则是对面雇佣的保镖。冤家路窄，我和他在工作场合发生了不少摩擦。当然，最后都是我赢。那时他也和现在一样，就算刀架在脖子上，还是一副事不关己、面不改色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人很有意思，所以捣毁千泉会时，我放了他一条生路，把他引荐给了组织。再见到他时，他就已经成为干部了。我还因此拿到了一笔奖金。虽然为人懒散，但他的能力的确很强。遇到问题总能找到最有效的方法，从不做多余的事情。用会蛇的话说，他是一个高效的工具。但在我看来，他不太适合做战友。毕竟你永远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无所谓，只要他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。哼，你还真洒脱。闲聊就到此为止吧，该继续前进了。明白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说起来，你还没有干部代号吗？没有。我劝你赶紧给自己取一个，不然胡兰可是会擅自帮你取名的。你应该不想那种事发生，对吧？这里视野开阔，是个合适的观测点。找到了，目标距离7400码。位于城市中央的轨道塔下层花园中，目前没有移动迹象。监视绿者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你快去和叶宵会合。绿者的能力还真是方便。渡鸦已经找到绿者了，你这边准备好了吗？出发吧。开始行动！开始行动！走吧。开始行动！走吧。坚持不了的话，
就回去吧。再往前，温度只会变得更低，那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。把装置交给我，绿者由我去解决。原来如此，谢谢你的关心。不过别担心，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这是？我身体74%的器官已经改造成了机械，衣服只是装饰罢了。这点寒冷影响不了我。是世界蛇把你改造成这样的？是我自己要求的。我不像你们，天生就拥有能抵抗崩坏的伤痕。对我来说，想要活下去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什么意思？2年前，我遭遇了一场崩坏。虽然侥幸活了下来，但原本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。我想要在世界蛇找到治愈自己的方法，但越是寻找，就越感到无力。最后，我只能抛弃原来的身体，在机械的帮助下，我至少可以活得更久一些。这就是我为世界蛇战斗的理由，是不是很可笑？想要活下去，没有什么可笑的。谢谢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牙医，你们即将进入珊瑚岛轨道电梯的设施范围，冰之绿者就藏在其中的花园区域。目前绿者依旧保持静默，没有活动迹象。按计划行动，我去迎击绿者。设置陷阱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完成后我会向你发送坐标。如果有突发情况，我会尽力配合你。另外，黄泉之战的触发时间很短，请务必将绿者引诱至正确的位置。明白，行动开始。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雷电牙医，陷阱已设置完毕，请将绿者引诱到坐标位置。我已到达坐标地点。收到，
已确认绿者路径，黄泉之杖即将启动。叶宵，就是现在！叶宵，这是黄泉之杖。不好！牙医，发生了什么？谁？叶宵，你这个混蛋！幽兰戴尔大人，珊瑚岛的气候很不稳定，崩坏产生的寒流正在形成一股强烈的飓风。如果不尽快消灭绿者，这股飓风会对赤道附近的气候造成极大影响，演变成全球性的灾难。亚尔维特，世界蛇的行动进展如何？这个，如副队长所说，受飓风的影响，目前通讯都中断了。从最后的通讯记录来看，世界蛇与绿者的战斗已经开始，但他们内部似乎出现了矛盾。名为夜宵的干部背叛了世界蛇，而且刚才我在调查安娜小姐的档案时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。这个人是？这是安娜小姐任务记录中的幸存者信息。这个名为陈天武的男性，于2年前亚洲的一场崩坏中被安娜小姐所救。而他现在的身份，正是我刚才所说的世界蛇干部叶宵。世界蛇的干部曾与安娜有过接触，这其中或许有蹊跷。看来我们必须行动了。那个队长，不等通讯恢复吗？还是和总部汇报一下比较好吧？等待的风险太大，我们没有时间。没错，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做出判断。对了，亚尔维特，既然通讯已经中断，你是怎么调取的数据库？啊，这当然是工具人的自觉啦。我早担心会有这种情况，所以把相关资料都拷贝到本地啦。唉，亚尔维特，擅自复制资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。啊，可这都是为了以防万一嘛。丽塔，女武神部队的指挥权暂时由你接替，我去确认绿者的情况。哦，您要一个人去吗？这里也是同等重要的战场，我需要你把控全局，绝不能让崩坏突破防线。放心吧，如果世界蛇有什么阴谋，我会做出决断。请一定要小心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
毒鸦，叶宵，快回答！走吧。牙医，杜鸦，发生了什么？叶宵背叛了我们。叶宵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他对你使用了黄泉之掌，并从背后袭击了我。神之剑也被他夺走了，不过没有认证，他使用不了额定功率。你还好吗？说实话，不太好，恐怕是神经毒素。别管我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。你要去追上他们，绝不能让那家伙把绿者带走。照顾好自己，我会去追击绿者。牙医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幽兰戴尔正在朝你那里赶去。到我了。跟上我。幽兰戴尔，雷电牙医，你还能继续战斗吗？当然。那就跟上来，我们没有时间浪费了。走吧。安娜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形式再次相遇，真是意外。安娜，你还记得这个吊坠吗？你的那班还在吗？你总是那么粗心大意，该不会弄丢了吧？不过没关系，本来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别担心，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会在你身边。这是你给我的命，也将为你燃烧到最后一秒。
知道你还没有放弃，请回想起你自己，不要被崩坏吞噬了内心。叶萧，不要妨碍我，雷之律者。开始行动。走吧。急如雷电，急如雷电。开始行动。叶萧，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当然，我会救回安娜，把她从崩坏的束缚中解放，变回人类的样子。我知道世界蛇的目的，你们不会给我机会，我也没有其他选择。但是，雷电牙医，既然你可以控制律者的力量，那我也一定能让安娜做到。休想离开！还是说服不了你吗？无需多言，我不会让你阻止我。那就来吧。走吧。住手！不要伤害安娜！天哪！雷电牙医，如果要杀他，就先跨过我的尸体。
如果牺牲我的生命就能换回他，那我很乐意。毕竟我的生命就是被他拯救的。我的命是他给的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保护他。雷电牙医，你在犹豫什么？安娜，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。